你为何让那名小厮留意相府里守卫最少的房间？所谓是相国，并不缺名位。若他真的与西长坤勾结，你认为是为何？他是贪财之人。他若以相国之名敛财，定会有受贿之嫌。所以用镇元的名字开设商号，暗度陈仓，定不会让太多人知道钱财收放之处。所以，最不安全的地方，便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将赃款放在最不安全的房间，转移视线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效仿一下北炫郎主来雁南，先斩后奏。你当初走得那么决绝，我若不先斩后奏的话，怎么能再见到你？给你赔不是了。大小姐，相爷来了。老爷特意命我在此等候诸位。最近北轩细作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列将军还是不要进去了。他为何突然来了？唉，相爷听说老爷双腿依然不利索，特意派郎中前来探望。大小姐，那我先进去了。他已知晓我们查到证人，此番前来，定不只是探望。万事小心。郎中，治了这么久，也没治好，今日就罢了吧？哎，莫要心急催促，斟得酒才能查清病因呢。相爷，哎呀，见过相爷。程柳，你好福气呀！啊，早就听闻这君家长女与我那非凡世侄长得最像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此言不虚呀！啊，爹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爹的腿疾啊，久治不愈。老夫今日特意请这位专治残肢的郎中给他瞧瞧。这诊断结果如何呀？还未诊出。我这腿啊是治不好了，今日便罢了吧。那个，谢谢相爷，还记挂着君某。看看你，但凡有一丝能治好的希望，就不要轻言放弃。哎呀，多谢相爷的好意，我们已经请过很多大夫了，可是结果都是大同小异。爹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再看看吧。那既然你们坚持，今日就罢了。本相改日再来探望。好，去送送相爷。是，相爷请。如何呀？确为喜脉啊！老夫果然没猜错。你随本相一起进宫面见皇上。是。若相爷将绮罗有孕一事告知王上，那我们君家可犯的是欺君之罪呀！对不起，爹，是我想的太过简单了。本以为可以想到万全之策之后再向王上禀明。我现在进宫见雁南王。你去做什么呀？
自投罗网吗？我告诉他，是我强迫了你，并非你自愿。说什么混话？但将军所说也并非全无道理。与其我们在此等候王上的召唤，倒不如我们亲口说出实情，以消弭王上心中的疑虑。爹也会想尽办法护你们周全。这是我们避不开的问题。如今南北议和，态势明朗，也从未有规定不能通婚。如果在王上面前起誓，永不攻打燕南，或许能打消他的疑虑。快点跟上，快点！后面的跟上啊，快点！你们去那边。少主，咱们的人已经安置在密林各处，随时等待大人发令。不急，我们不过几百士兵，与王城的驻守士兵相比毫无胜算。你去联系一些罗部中心旧将，若是有心继续跟随我的，亮出身份集结他们；若是无心跟随，切记保护好身份。是。如今密林这里相对安全，我们可以长期在此安身。你去找一些善识地形的，将这里的地形做成攻防图，人手一份。是。大人，攻防图我来做，东瀛生死都跟大人一起。谁让你在这儿打扫的？相爷恕罪，以前书房都是郑管家在打扫，自他离世以后，便没有人来此。小的为了报恩，故来清扫。这回罢了，以后不许再来此地。是。邵清明呢？刚刚不是回来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啊，老爷、大娘子、烈将军和齐民今日中午一起进宫去了。一起进宫？烈哥哥怎么会进宫？哦，九儿娘子，祝你新业昌盛。我家少主未归，我怕误了吉时，就先把贺礼送过来。谢谢。罗琦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快来！快看看我摆的正不正？我还要回北轩，不能做赘婿。正不正啊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还好你手快。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此乃七星阵，有招财进宝之意，放在二姐的绣房里，祝她财源广进。迷信。这是对生意人的美好祝福。燕南商贾家中都会放这个，你懂什么？你再打我一下试试。
怎么总是做些让人心烦意乱的事啊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又要长得好看，又要守护君家，还要赘婿。前2条可以，后面1条不可以。谁让你满足了？我没说是你。什么？难道不是我？那你说的还能是谁啊？你从头至尾说的不是我，那还有谁？罗琦，只能是我。出什么事了？快带我去找贺基瑶，我们进宫去。烈哥哥和清明有危险。我跟贺基瑶怎么进得了夜南王国？来不及解释这么多了，北轩使者还没走，我去找他们，咱们宫外集合，快！好。最后一个条件我会考虑，你先不能想别人。如此看来，北轩细作和替嫁的事是假的，而你助玄烈得到郎主，还怀上他的孩子，是真的。是。这些，你全部都知情，怪不得查北轩细作一事，你迟迟没有结果给顾。卑职有罪。你们真有本事啊！皇上恕罪。虽然你现在卸了郎主之位，但终归还是北轩武将，在南北弹劾的关键时期，你贸然进入我雁南，顾该如何判断北轩王的真实意图？是我做的不妥，但还请友邦不要怀疑我们求和的决心。王兄已多次劝说我离开，只是我失而复得，不愿就此离开，这才在雁南多待了些时日。以他特殊的身份，你跟他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你知道吗？我和绮罗之前有各自的责任，无论是在北轩还是在雁南，这都是不解难题。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只是绮罗，我无法放弃。皇上，此事因民女不顾皇上嘱托，犯下大错，甘愿受罚。而现在正是南北议和最重要的时候，烈将军是北轩贵族，若有任何闪失，恐怕会引发战争，得不偿失啊！皇上，够了！这样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立马离开我们雁南，孤可既往不咎。谢皇上成全。而你呢，身为御茶司指挥使，隶属王室，却数次违抗命令，孤该怎么处置你？你不能处置他。哎，皇上，北轩使者说有急事求见，没想到清寇公主贸然闯入，这就是北轩公主，清寇。哦，你就是清寇公主啊？正是。雁南王恕罪，清寇救人心切，并非故意失了礼数。你就是当日替她嫁给邵其民的那个公主啊！哼，倒是让她白赚了个北轩驸马的名头。这桩婚事太过儿戏，不能作数。我虽是替嫁，但与他拜过堂，同住一屋，同睡一床，为何不作数？他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北轩驸马，是有身份的人。若雁南王不想破坏议和，就不能随意杀他。这么说，孤还要给北轩王补上一份聘礼了，是吗？好了，孤和邵其民还有话要说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少主，使臣不让带武将进入，我跟罗琦只能在宫外候着，没出什么事吧？飞鸽传书给王上，我需要正当理由留在雁南，速度要快。
哦，是。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孤知道你今日是抱了必死的决心来的，若不是青寇公主将你救下，根本不必等毒药发作，今天便是你的死期。卑职明白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玄烈离开雁南吗？因为我不能放过君绮罗他腹中的孩子。可王上方才承诺饶过君家。孤只是说过饶过君绮罗，他的孩子带着北轩人的血脉，若君绮罗以后将白宫技法传授给他，这后患无穷。不过，要救他孩子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杀了玄烈，让小姐的孩子只认雁南母族，所以王上才让玄烈离开雁南，是想在雁南之外杀他。对，你还是很聪明的。现在有2条路，要不杀了玄烈，要不就杀了君绮罗的孩子。明日一早要去三不管。王上的意思是暗中勘察榷场建立的可行性。他对榷场建立还有异议？王上没细说，或许是因为三不管正处于动荡阶段，没有信心吧。可王上曾告诫过我，不得离开王都一步。小姐的禁足令，王上已经解除。王上再三叮嘱要暗中进行。如今君家的产业立于雁南之手，恐怕除了君家，王上没有更好的人选了。皇上留你，就为了说这个？既然王上下旨了，那就走一趟吧。小姐，我来吧。玄烈，明日会和我们一起吗？会。那便好。小姐，如今你终于肯卸下铠甲寻找保护了。即使今后我不在你身边，也能放心了。你还站在那儿干嘛？快进来啊！清明，快进来，进来，坐。你快看看，这些全是我做的。以后无需等我，你若饿了，自己先吃便是。我是看这些食物摆盘不好看，才没有特意等你呢。我不爱吃生姜。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顺着我？我是你驸马，自然会顺着你。你有需要救了我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
这姜片味道刺激，不利于你养伤。你别吃了。你刚刚是不是说今后都听我的？那过几日我们就回北轩好不好？你若是不喜欢王宫，我就让王兄给我们建个新宅，就我们2个人生活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我明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更好。好，那等你回来，我还要送你个礼物。快吃饭了，菜都凉了，快吃。过了这片野林就出城门了。你怀有身孕，本不该出门。王上交代的事情不得不办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辰时。邵清明呢？邵护卫一早便和大小姐出府了。军绮罗？那你可知他们去了哪里？不知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我明日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可好？执行任务，为何会带着军绮罗？小姐，原谅我，唯有这样才能帮你周全。剩下的路，让玄烈继续护你前行吧。公主，他们去三不馆是为了执行叶南王交代的任务，不愿别国回来。我们还是先回军府等消息吧。闭嘴！清明是本公主的驸马，我要跟他一起。撤！撤！撤！原来是武德寺的安指挥，看来王上早已在防着我了。4时了，我怕是无法兑现给他的承诺了。御茶司指挥使罔顾王命，私放仲裁离城，得杀无论。马车会不会太快？身体可有不适？放心吧，没那么娇弱。齐明呢？回去，快回去！
回城复命吧。秦明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回北轩的。我不会再骗你了，我们一起离开燕南。我们离开燕南，去买一个我们的宅子，然后永远在一起。秦明，我把解药都研制出来了，只要你吃了解药，你就会好的。快吃，吃啊！为什么不吃啊？你吃了就会好的，快吃，快吃！把这个交给小姐。皇上不会饶了他们的。你到现在还在想着君启罗，他的生死与本公主何干？君可别任性，现在只有你能帮他们。你为了他甘愿赴死，那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一点点？启明，对不起，还是。启明，走开！晚风吻过我的眉头。启明，你起来，你不许死啊！让你起来！你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回北轩的，你不能食言。过了很久，我还是不断回头。失眠的宇宙陪着我梦游。启明，我要带你回北轩。启明，你起来，起来！时间没收我许下的永久。谁能邂逅你的温柔？谁敢一直出手？终于默默承受，却没能得救。时间里走，被风吹走，我的爱化作一叶扁舟，漂流在你眼眸，说着字眼不降落，穿过每个黑夜白昼。时间里走，化作心动，岁月洒漫过几个深秋，愿跟在你身后，等风雪白头，也会默默守候。公主，安指挥使的急信。皇上，君启罗没有离开，已经回到军府，少指挥使违抗王命，没了。王姑培养了他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听姑的安排呢？少指挥使这一步走得太极端，
他原本想用命去保全军绮罗于北炫狼主，可军绮罗是何等城府，他最是知道，只有回来才能保全所有人。皇上，军绮罗和军家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啊？既然军绮罗他愿意回来，那说明他心中还有家国。军绮罗跟军家对于我们燕南还是有用处，可是邵其民的死更会坚定军绮罗与玄烈在一起的决心，以后故再不能棒打鸳鸯了，故必须再想个可以解决难题的办法。张姐，喝些粥吧。军老爷怎么样？启明哥的尸体运回来以后，父亲就一直没说过话。仵作验了身，说是脏腑斗。父亲心疼，为时晚善。棺柩盖上后，才回房休息。对了，白日里有一名相府的小厮跑来送信，说是长姐要的结果他找到了。因你们迟迟未归，他便画了这张图，让我务必亲手交给长姐。玄烈，若不是宋卫把我怀孕的事告诉王少，启明就不会死，是不是？启明，启明，启明。清明，我回来了。你完成任务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我等了你好久。我们回北轩吧。
是西部的金条。外公传人的图纸。相爷，不是要去上朝吗？请吧。哼！你煽动燕南王，想借他之手杀我们，却没想到我们会活着回来。王上最是在意百公传人，即便老夫不参言，王上也断然不会让你留下腹中的孽种。今天你们既然来了，作为燕南的重臣，那本相就当为王上分忧了。来人，把他们都拿下！来人，来人呐！不必再叫了，你的人早已被御茶司包围了。君喜洛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身无半点官职，竟敢私自调动朝廷暗卫，擅闯相国公府，这是灭门的大罪！既然我出现在你面前，那自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相爷，我们的恩怨也该了结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从相爷密柜中找到的。您桌上那一张就是我设计的第一张图纸，相爷私自拓印，与北炫西部秘密交易。这些黄金上都印有西字，正是北炫西部所有。相爷拿到这些黄金之后，不敢在燕南流通，便将它藏于密柜之中，还望王上明察。王上，老臣冤枉啊！你身为相国，惊其百姓安危于不顾，与北炫买卖武器，对得起孤对你的信任吗？王上，这些都是臣的管家郑源之物，与老臣无关呐。相爷真是好本事，竟然用一个死人脱罪。郑源是你的管家，若非得你允许，他怎敢将私人之物藏在你的密室？王上，郑源瞒着老臣私下与西部买卖武器，等臣发现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臣念在他跟随老臣多年的份上，就把这事瞒了下来。本想等风波过后，再向王上禀明请罪，可谁知他……要说老臣有错，那就是包庇罪犯之错，还请王上责罚。相爷果然巧言善辩，郑源已死，死无对证，你就把所有的罪名都放在他的头上。皇上，皇上，此女与北炫郎主珠胎暗结，早就是燕南的叛徒，如今又在这里信靠雌皇，诬陷本相，扰乱朝纲，谁知他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相爷果然是相爷，到这个时候还能倒打我一耙。郑源跟在相爷身边多年，同样留了后手。为保家人性命，他早已将相爷所有的罪行写下，在他身故前一日寄往信任的小厮家中，而今日小厮便收到了此信。这封信根本无法模仿，我看自己颇有你的风格。郑源的字应该是你教的吧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，老臣谨小慎微，扶持您这么多年，竟赶不上君绮罗这一介民女的一片胡话。早知如此，
我就应该让此女死在北轩，免得她能有此机会扰乱军心。一切都做了。姑对你不薄啊，你仍不知悔改，贪得无厌，确实罪恶至极。传姑旨意，宋卫通敌叛国，即刻将他押入天牢，责任问斩，所得不义之财全部充缴国库。皇上，罪臣宋卫为君姑娘和玄烈调动御察司令牌抓获，玄烈还拿着北炫使者的文书在殿外候着呢。君启罗，你胆敢私自调动姑的御察司，还三番四次跟外邦人来插手我们燕南的政事，君家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押下去。是。曾经空空的心